B. 斯大林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，开着开着，火车突然停了。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，怒吼道：“枪毙火车司机！”可是车还是没有动。接着赫鲁晓夫说：“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。”车仍然没有动。勃列日涅夫说：“同志们，不如拉上窗帘，坐在座位上，自己摇动身体，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。”2. 昨天莫斯科发生了地震，但学者们对此表示怀疑，因为莫斯科处在非地震带上。最后经过研究，并非是地震，而是勃列日涅夫同志配有勋章的衣服掉在了地上。3.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，一个英国人看了，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，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。一个法国人看了，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，情侣裸体散步。一个苏联人看了，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，他们没有衣服，吃的很少，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。4. 演讲人在做关于5年计划成就的报告，在列宁格勒新建了一个电站。大厅里有人说：“我刚从那回来，那没有什么电站。”演讲者没有回答，继续说：“在斯大林格勒已建成了一个化学厂。”大厅里有人说：“1周前我在那里，那里没有什么化学厂。”演讲人：“同志们，你们最好少东游西逛的，要多看一些报纸，比如《真理报》。5. 亚历山大、凯彻、拿破仑作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。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，我将是战无不胜的。亚历山大说：“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，我将征服全世界。”凯彻说：“我要是有真理报，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。”拿破仑说：“6. 一老者人行道散步，不慎落入到庞河中，高呼救命。2警察闻之，视若不见，仍边走边谈笑如故。老者情急生智，遂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。2警察闻之大惊，即跳入河中，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。7. 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瑞士开会，休息时间2个人很无聊，就开始比谁的保镖更忠诚。卡特先来，他把自己的保镖叫进来，推开窗，外面是20层楼，说：“约翰，从这里跳下去。”约翰哭着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总统先生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。”卡特被感动了，流着泪说是自己不对，叫约翰走了。然后轮到勃列日涅夫，他也大声叫自己的保镖伊万：“伊万，从这里跳下去。”伊万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，卡特一把抱住他说：“你疯了，跳下去会死的。”伊万一边挣扎着要跳下去，一边说：“放开我，混蛋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。”爸。2战结束后，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，就说像自己的外甥。别人训斥他：“瞎说什么？这是斯大林同志。”老太：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答：“他赶跑了纳粹。”老太急切地问：“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？”就一位年轻人在工作时抱怨道：“这种政府真差劲儿。”结果被一位 KGB 听到而遭逮捕。年轻人辩解说：“我根本没讲是哪个政府，你怎么可以随便逮捕我呢？”“你少骗人 ！”KGB 咆哮道：“我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，哪一个政府差劲，我不会知道吗？”“是，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？暂时的困难。”11. 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，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肥皂没有，电池没有，袜子也没有。”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像是便衣的人，小声对他说：“公民同志，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。”那个男子看看便衣警察，继续自言自语：“看看，连子弹也没有。”12. 苏联特工对美国特工夸口道：“我们知道你们国家所有核导弹发射井的位置。”美国特工说：“那又有什么？我们知道你们未来20年全体政治局委员名单。”13.
在苏联阅兵式上，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、战略导弹部队依次出场，但在游行最后却走出几个西装革履的人。一个旁边观看的人问：“这几个人是谁？”另一个人回答：“计划经济委员会的。”14. 苏联邮政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，发行没1个月，邮政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，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。15. 列宁快去世了，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，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。不瞒你说，我还有一个隐忧啊，斯大林。说吧，亲爱的伊里奇。斯大林专心地听着。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？不知你想过了没有？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。斯大林强调说，一定会。但愿如此。列宁说，我只是担心，万一他们不跟你走，你怎么办？没问题。斯大林答道，那他们就得跟你走。16. 一个英国人，一个法国人，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。英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冬天晚上回家，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。法国人，你们英国人就是古板，最幸福的事情是和一个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度假，然后我们好喝好散。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人敲门，开门后，康斯坦丁，你被捕了。你弄错了，康斯坦丁在隔壁。17. 一个人在大街上大骂赫鲁晓夫是个白痴，结果被判刑22年，2年是因为辱骂国家领导人，20年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。18. 苏联知识分子有5个规则：什么都别去思考，如果你一定要思考，不要说出来；如果你又要思考又要说，那就别写出来；如果你又思考又说还写，那么别签名。如果以上规则你都不遵守，那你就别感到吃惊，